过去的几年里，一体式水冷的发展算是比较缓慢的，甚至还能说是停留了好一段时间，没有带给消费者那种跳跃式的提升。而我所指的提升，并不是单方面指水冷本身的性能上，而是各方面的体验上。我想对一体式水冷产品有点认识的，一定和我一样，觉得一体式水冷在今年2022年有很大的改变。不少品牌在今年陆续推出了好几款新水冷，表现都很不错。这回我就拿到了4款在今年5月后开始陆续推出的新水冷，并且为他们进行一系列详细的体验横评。如果各位也正好打算选择这几款水冷，希望今天的这期视频能够给得到大家非常多的参考价值。顺带一提，今天的这期节目时长有那么一点长，希望各位能够抽出点时间仔细的观看，包括这样的产品拍摄效果，也希望可以带给各位不少震撼。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吧。我这一次拿到4款水冷，基本上算是目前所新推出的水冷款式中备受瞩目和热门的款式。只可惜有一些款式没办法搞到，毕竟我在马来西亚，并不是所有热门的新款水冷都有渠道能获得，以及有几款水冷虽然已经到我手上了，但碍于拿到的时间有点晚，这期视频早已在制作的路上了，所以也没办法及时加入到对比行列中。之后我再看能怎样给各位补上好了。这次所进行的新水冷横评，一共是来自4家品牌的新款式，分别有九州风神地酷的冰堡垒 LA720。利明 Thermarite 的 Frozen Horizon 360 White 白色版 ，EK 的 Nucleus CR360 Last D RGB， 以及 VK 瓦尔基里最近新推出的星环 GL360。当然，为了方便进行性能与规格对比参考，我也加入了之前评测过的 VK C360 IP 版作为对比基准。虽然说对于一款称得上优秀的一体式水冷，良好的散热体验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这一次的横评核心是这4款水冷在各方面的综合体验。因此，我会涵盖多项领域来进行对比，包括外包装用料和设计、出厂附带的配件内容与规格、原厂风扇的性能与各自的串联体验、水冷头的高度与安装扣具体验，当然还有实际的散热性能对比，以及大家最关心的售价。并且在最后，我将会以各款水冷在6个对比项目中的表现，制作出6角图，方便给各位做参考。而对于那些只在乎性能对比成绩的观众，我的视频也提供了章节选择，你们可以直接跳过前面的章节，直奔性能测试去观看。但相信我，我建议各位还是看完所有的内容，你们就会明白我这期视频为何会这么制作了。在开始正式内容前，该事先声明的是，还是需要给各位进行声明。本次的测试与体验数据均来自我手中所拿到的实际产品对比，以及所搭配的测试平台作为标准。考虑到散热器本身存在体质差异，加上良率、漏液、售后服务等都不在本次的测试范畴中所能体验得到的，因此对比成绩与我个人的推荐款式仅供参考。哦，对了，本次项目从成立到制作到拍摄到最终的剪辑，都是由我一个人手把手完成的。因此，如果有哪一些大神觉得我的测试不够严谨、内容不够详细等众多意见，我只能说，这已经是我目前的能力极限了，希望各位大神能见谅。那么开始本次视频的正式内容，首先来看看4款水冷的外包装设计与质量。在外包装设计中 ，FH360、LS720 和 CR360 均采用自家一贯的包装设计，唯独 VK GL360 相比起 C360，甚至是市面上其他的水冷包装，继续延续着他们家独特的包装设计特性，采用了独特的抽拉式设计，并且还提供了一个透明塑料遮罩保护着，避免在抽拉的时候水冷的配件会卡到包装盒，连这一点细节也完全照顾到了。我特别喜欢在抽拉处给了一个类似钥匙扣的拉环，包装的整体质感相比起 C360 也有提升了，可见 VK 在包装真的下足了成本。另外有点我必须和各位分享的，那就是九州风神 LA720 的外包装，并不是和主流水冷包装那样的开合设计，而是需要在顶部打开。相比起其他款式大面积打开盒子的操作，这样在取出内部配件的时候，个人感觉并不是很顺手。
而在包装内胆的部分 ，FH360 和 LA720 采用了环保再生纸壳容器，而 CR360 和 GL360 则是采用质量更好的珍珠海绵来包裹。相比起其他两款，在运输上有着更大程度的保护。另外，这边也有额外一个点是需要特别分享的，比起其他3款水冷，利明 FH360 是本次测试的水冷款式里唯一一款是出厂就已经将风扇预装在冷排上了。当然，优点自然就是可以给用户节省了一些安装步骤，但是对于一些冷排安装方向的选择，或许得重新安排风扇的安装。所以预装好风扇不见得是件好事。另外，在包装内胆中，同样也是只有 FH360 和 LA720 采用了传统的单一配件盒，搭配上一堆不是很整齐的配件袋。相比起这两款 ，EKCR360 和 VKGL360 就显得非常厚道。比如 EK 就采用了一个大面积橘色盒子收藏。撇开厚大的说明书，这一次配件收纳上 ，EK 也同样花了一点心思，把常规的扣具配件整齐的一个个收纳在盒子中，这下整个质感就上来了，不再是那一种一团团的包装袋包裹着，这个真的加分。而 VKGL360 则是分开各种不同配件的包装盒，甚至还做成了2层。第一层是水冷本体与配件盒，第二层则是风扇。每组配件包括3把风扇在内，都有独立的收纳盒。只能说包装质量是真的没得嫌。另外也同样设计了精致的扣具盒子。至于和 EK 的 CR360 相比，我个人觉得这部分各有优点。我个人是觉得 EK 在扣具盒这一块会比 VK 来的更加精致一些，但整体的外包装来说 ，GL360 是目前我所接触过做得最精细的包装设计与质量了。虽然说包装设计不影响产品的使用体验，但从你花钱购买后拿到的那一瞬间，看到精美与细节满满的包装，难道不会让你有股花钱花得值得的感觉吗？至少在安装过程中也会更加开心与期待吧。接着我们来看看这4款水冷所搭配的配件。首先，4款水冷均原生支持 LGA 1700平台扣具，这点就不需要特别说明了。这边主要是重点说明在其他部分的配件情况。首先，我先来分享利明的 FH360，它的配件部分给的相比起其他3款保守。当然并不是它所提供的配件太少或是很抠，而是相对于其他的几款，它真的很一般。除了本来就该给的东西，该多给的基本上都没什么多给，像是风扇螺丝只刚好给3把风扇的数量，并没有额外提供更长方便穿过机箱面板的30毫米或32毫米长的螺丝。不过倒是给了一整套蓝色的风扇减震垫，方便给3把风扇进行减震垫替换，以达到不同色彩搭配的效果。就这样了，它却还是这一次体验的水冷里配件给的最少的一款。而另一款九州风神冰堡垒 LS720 也只比 FH360 好那么一丁点，同样也是没有额外提供多的风扇螺丝，但是 LS720 倒是给了多一个冷头面板提供替换，可以创造更多的客制化选择。这个冷头配件我会留在下个部分细说。另外还有一个配件，我个人觉得也是挺不错的，那就是提供了2个水管扣子。这个扣子其实不管是不是多数人是否需要，但是需要的人就会觉得它是个好东西，不需要也无所谓，反正也可以轻松拆下，所以有给肯定好过没给，这点好评。最后就是 LA720， 因为在水冷头上预涂了散热硅脂，因此配件里并没有额外提供多余的散热硅脂，感觉比较不太厚道一些。而最后2款，也就是 EK 的 CR360 和 VK 的 GL360， 在配件数量上算是做得挺厚道的了。2款都有预留多一套32毫米长螺丝，方便给用户升级双面风扇冷排，或是需要透过机箱面板来进行安装的选择。这点我觉得如今的新水冷是应该要提供的了。另外 ，EK 提供了一个在安装扣具上非常有用的手拧扣，这个我会留在扣具体验上和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而 VK 的 GL360 所给的配件是真的非常凶，不管是多一套的较长风扇螺丝也好，还是和 LS720 一样有配备水管扣子 ，GL360 都有提供。
并且保留了和 C360 一样附赠一个7个 PWM 和 ARGB 接口的集线器，还有这个理线魔术带，以及方便更换冷铜面板的磁吸式铝合金 logo。虽然这个和原配的基本上也只是更换了旁边的图标罢了。除此之外，还有附赠了一整套的2次元卡片。当然，这东西对于没有2次元爱好的朋友应该是无感的。基本上你所能想到的配件 ，G1360应该都算是给满了。回想起过去水冷配件中，像是水管扣子和多一套风扇螺丝，基本很少品牌都会提供标配。而如今在新推出的水冷上，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用户的体验，几乎开始变成了常规的标配配件了。因此，如果观众觉得未来新推出的水冷还能够提供些什么样的实际配件，也欢迎提供你们的想法，而说不定在未来新推出的水冷就会真的搭配了呢。接下来我们来聊聊4款水冷的原配风扇与它们的串联特性。这边我也列出所有水冷标配的风扇款式。此外，4款风扇在我接触和体验后，其实它们的做工质量都有一定的水准，特别是 EK 的 FPT 和 VK 的 S12，质量比起它们自家上一代的标配风扇有着显著的提升。尤其是 VK S12，做工质量和上一代的 V12F 明显好上很多，有点让我感到惊喜。在给各位进行这些风扇的性能对比前，我先和各位分享这些风扇的串联特性。不过有一款风扇我必须先单独拎出来说，那就是利民的 V12S， 因为它的串联方式，也就是传统的5伏3侧 ARGB 和4针 PWM 各自2条线。PWM 接口还不提供串联支持，而虽然说这样的串联规格放在过去基本上都很正常，没什么毛病，但现在已经是2022年下半年了，每个厂家都在极力优化水冷的风扇串联方案，而利民新推出的水冷，并且还是新推出的风扇款式，却保留了过去的串联方式，这不能说是个差评吧，但很明显在这一块的用心不如其他厂家。除了利民的 V12S， 其他3款风扇在串联特性上，比起传统的串联方案都有尝试做改进。首先是 VK 的全新 S12， 我相信不少人第一眼看过去都会觉得和联立的积木 SL120 非常相似，但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实也就只有灯光的外观有那么一点点的类似，实际从扇叶数量、中框和电机设计等，和积木的 SL120 的外观完全八竿子打不着。我反而觉得整体架构和设计倒是有点像带 RGB 灯光的温柔台风 GT2150。S12 风扇的串联部分虽然依然采用了传统 PWM 和 ARGB 独立的接线，并且都支持接口串联，不过在接线安排上耍了一点小聪明，那就是线材都非常短，3把风扇串联起来后的风扇线材也不会明显多出太多，最后通过一个 ARGB 转接线和 PWM 延长线进行连接，实际理线也只需要安排这2根线就行了，非常的简单粗暴，就能明显的提升理线体验。但这治标不治本，因为 S12 确实没有给 PWM 和 ARGB 接线进行统一，而且还是得稍微整理一下风扇旁边的线材，这点比起那些真的做出线材统一的牌子来说，显然还是略逊一筹的。而做到了线材统一的牌子，自然就是另外2家品牌了。九州风扇的 FC120 和 EK 的 FPT 都是把 ARGB 和 PWM 集成在一条线上，极大的简化了风扇的理线难度。九州风神 FC120 风扇在线材旁边提供了一个同样的接口，方便让同款风扇一同进行连接，最终通过这一套转接线分出 PWM 以及 ARGB 接口用于连接上主板。只不过这一套串联方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转接线的线有点多和冗长，而且这个SATA供电接口是必须强制性给连接上的，否则就算你将 PWM 和 ARGB 接口全都连接上主板，都无法给风扇和 ARGB 灯光进行通电。可能会有观众说，至少这套方案比起利民的 V12S 的串联好上100倍了。话是这么说没有错，但还有比它更优秀的串联方案厂家，那就是 EK 的 FPT 风扇。风扇本身是采用类似 PCIe 供电那样的6bin设计，集成了 ARGB 灯光和 PWM 控制信息，同时也支持风扇之间的串联。串联后只需要1根1/2的 ARGB 和 PWM 转接线，通过连线上主板后即可完整供电和操作，无需额外的SATA供电，是本次测试的所有水冷款式中风扇串联做的最好的一款。
当然，除了风扇的串联，风扇本身的性能也非常重要。为此，我特别安排了各款水冷所搭配的风扇，取出一把进行单一风扇的性能与噪音测试。测试是采用利民 Tamarite 的 FC140，不安装原厂的2把风扇，将参与测试的风扇统一安装在中间位置。测试平台为 i9-12900K。当然，为了避免这一套测试无法压得住满载245瓦的 12900K， 我把 12900K 的功耗控制在200瓦进行散热测试。除此之外，测试将会进行风扇满速和固定1200 RPM 转速2种测试场景。首先来看看风扇满速下的性能对比，表现最好的是利民 V12S 九州风神 FC120 以及 VK 的 V12F。虽然 VK 的 S12 和 EK 的 FPT 稍弱一点，但也只有1度之差，基本也能算在误差范围。接着来看看同一1200 RPM 下的性能表现，表现最好的居然是 VK 的 V12F， 而且比自家更新的 S12 还稍强一点。排在后面的则是 EK FPT、九州风扇 FC120 以及利民的 V12S。看来后面3款风扇在转速低过一定水平后，性能的递减比起 VK 的2款风扇更加明显。只是碍于时长关系，关于这几款风扇之间更详细的对比场景就没法给各位进行测试了。不过它的噪音表现我倒是录制好了，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噪音的部分 ，VK 的 S12 显然在满速状态下的噪音明显比起其他款式更加安静一些。这样看来，虽然 S12 在性能表现上和自家的 V12F55 开甚至存在稍弱一点的现象，但它的最大优势来自于噪音表现与做工质量，如此一来就变得可以接受的了。而风扇噪音表现最差的则是利民的 V12S。串联不比其他厂家好，性能也都差不多，现在连噪音表现也比较差看来利民真的要在风扇下多点功夫了。接着来看看各款冷头配置与扣具表现。首先来看看冷头高度的对比，毕竟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同款的240规格用于 ITF 机箱上，因此水冷头的高度也是这些用户需要特别留意的。对比下来 ，VK 之前的 C360 冷头最高达到了65毫米，导致很多小型 ITF 机箱都无法兼容。而冷头高度最低的则是利民的 FX360， 53毫米算得上是已经能够兼容市面上绝大部分能够支持水冷的小型 ITF 机箱了。其他的3款呢，只能说并没有比 VK C360 好到哪里去，可能也就比 C360 能够兼容多一点机箱吧。真怀念以前的水冷头高度差不多都不超过50毫米，完全不用太担心冷头高度的问题。当然，如今的水冷需要增强自身的散热性能，还得涵盖主流的 RGB 灯光效果，所以冷头高度自然就无法做得太低了。而除了冷头高度以外，更多人关心的也就是冷头 logo 外观是否能够支持自定义旋转。其实基本上也就只有一个不支持，那就是利民 FX360。我实在好奇这款水冷它真的是2022年的新款式吗？其他4款哪怕是比它早上市的 VK C360 都全面支持4边旋转，当中 LA720 还给了一个空白的面板，也就是我在前面介绍过的这一个方便玩家自己制定图案贴上去。不过要说最有趣的，还得是 VK 的 GL360。冷头采用了磁悬浮重力设计，不管你的水冷头怎么装，冷头的名牌都能够依照重力自动调整。并且这个铝合金名牌是能够替换的虽然 VK 只提供了另一个 logo 的名牌，但我绝对相信这个名牌是能够另外定制的，大大的加强了自定义的玩法。除了兼容性与可玩性，也少不了加强用户体验的特性。4款水冷中有3款出厂就预涂了散热规纸减少一些新手用户需要自己涂规纸的操作步骤。而那个没有预涂散热规纸的依旧是利民 FX360。真的，这水冷如果早在1-2年前推出，还真的不会有感觉那么多不足的地方。而3款预涂散热规纸的水冷，除了 LA720 以外 ，CR360 和 GL360 都有另外提供多一支原厂散热规纸，方便日后做维护或重新安装的使用。当然，预涂散热规纸只是减少一小部分的安装步骤，即使像是 FX360 没有预涂散热规纸，其实影响也并不会太大。
但有肯定总比没有好，特别是预涂了散热硅之后还多给你一支，这难道有什么不好的吗？另外，我这边也单独录制了这几款水冷指运行水冷头水分码数下的噪音演示，方便给各位做参考。接着是扣具的安装体验，在 Intel LGA 1700平台安装中，基本上4款水冷的扣具逻辑都是大同小异的，但安装体验则有一些的差别。特别是利民的 FS360，你真的没有不好，只是明显还不够好而已。虽然人头上的支架不会出现和之前那样的松垮问题，但扣具的安装还有一些的不足，尤其是塑料柱子与主板背板的扣装不够牢固，导致安装的过程很容易就出现掉落的问题。虽然说将主板卧躺可以避免这类问题，但对于那些主板早已安装在机箱上，而主板背板又无法垫上垫子支撑下，必须把 FS360 提供的主板背板用预留的双面胶给贴上，从而避免这个问题。但我个人真的对这个方法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我是时常需要进行电脑拆装的用户，这种方法对于之后要替换水冷会有非常不好的体验，就不能像 VKC360 或九州风神 LA720 那样，塑料柱子本身能够牢牢卡住背板不掉落，提升安装体验的同时，也避免了日后要替换水冷的操作麻烦。而 EKCR360 整体扣具的安装体验算是非常不错的，其中连柱子都是金属的。前面的配件介绍中提到了这个手拧扣方便用来拧紧柱子，这点好评。但要注意的是，我只说了安装体验。如果说你在安装上水冷头后，把4边的螺丝都锁得非常紧，那么恭喜你，之后要拆下水冷的时候，99%会出现螺母和柱子卡住一块拆下的 bug。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一代的水冷就出现过的了，我那时候还直接不小心锁断过柱子的螺丝，而至今的 CR360 居然还是有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感到不解。不过要解决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安装过程中不要把螺母锁得过紧，达到一定的压力，确保冷头是稳固，不会出现位移，基本就会出现与柱子卡住的 bug 了。至于 VKGL360 安装方式和 EKCR360 是特别类似的。虽然没有和 EK 一样提供手拧扣，但是至少不会出现和 CR360 一样卡柱子的 bug。而换到 AMD 平台 ，EKCR360、九州风神 LA720 和 VKGL360 3款的扣具安装采用了螺丝固定方式，体验会更加理想一些。而单中 GL360 采用了更加新颖的做法，我觉得算是可圈可点的，至少比以前 C360 那种扣装方式好上不少。利民 FS360。依旧保留原厂扣装的方案，这种安装方式，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什么了，体验过的都知道它的缺点在哪。和各位分享了那么多，总算是要开始真正对比这些水冷性能表现了。我之所以会吊大家那么久的胃口，那是因为性能测试环节反而是所有对比项目里最没有看头的。我为何会这么说呢？你们接下去看就会知道了。这一次的性能测试，我也进行了好几种测试场景，但还是碍于时长，这一次只进行了 Intel 12代平台的测试，并没有进行 AMD 平台测试，还恳请大家能见谅。测试是采用我的 i9-12900K， 其他搭配的硬件与设置我就放在屏幕上给各位参考了。测试方式是统一采用联立的 O11D 机箱，并且把水冷统一安装在顶部出风的方式，其余的6个风扇位则是全部使用利民的 C12RS 反向风扇，并统一控制在1000 RPM 转速。测试室温控制在24至25摄氏度，湿度40%至45%，并且每项测试均跑满30分钟。我们都知道12代处理器本身是长方形的设计，因此首先我们先找出这几款水冷在不同的安装方向下所能发挥出的性能表现，这样之后的测试才能以每款水冷最理想的冷头方向来进行对比。基本上参测的5款水冷有4款都是水管朝向旁边的表现明显更为理想， 但唯独九州风神 LS720是水管朝下的表现更加好。
这部分我已经反复测试好几次了，结果还是一样的。而在各款水冷最理想的安装方式下，性能表现最好的是 VKG1360，排在后面的是 EKCR360，第三是 VK 的 C360和利民的 FS360，最后是九州风神的 LS720。不过尽管如此，最佳和最差的平均温度也就在3度。比起上次做 VKC360时的对比数据，这次显然没有太明显的差别。考虑到可能是自家搭配的散热规则有差异，因此我将所有水冷统一使用利民的 TF8，再进行多一次相同的测试，并且来看看和原厂散热规则是否有所差异。结果除了利民 FS360和九州风神 LS720个别有1度的性能提升外，其他3款基本表现一致。FS360其实可以理解，毕竟原厂搭配的是 TF7，而九州风神 LS720的原厂散热规则虽然稍弱 TF8，但大致上也有 TF7的水平了，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它的表现。另外，考虑到可能是风扇码数有性能的差异，我也准备了降低转速控制，在相同噪音水平的测试对比。不过我有点担心280瓦的 12910K 压不住，因此把测试标准调整至260瓦来进行低转速同噪音的测试对比。在调整了转速至同噪音水平后 ，VKG1360和 EKCR360依然以91度取得领先，排在后面的则是落后1度的九州风神 LS720和 VKC360。而利民 FS360则是再落后1度，排在最后。果然 V12F 在低转速下的表现较为逊色一点。但尽管如此，所有散热器的温差都在2度左右，其实我倒觉得都在同一水平。当然，有没有可能是风扇性能有所变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变量，单纯对比水泵和冷排的散热性能表现，我将所有水冷风扇更换成微干版温柔台风 GT2150，并且重新将 i9-12910K 调整回280瓦模式来进行测试。结果其实也就大同小异。VKG1360依旧以1度的微弱优势获得第一，排在第二的当然还是 EKCR360，其后则是利民的 FS360和九州风神 LS720，最后则是 VKC360。但最强和最弱依旧还是在2度的温差。之后我们来看看压力更大的双烤模式，采用原厂风扇搭配 RTS3080 10GB， 并且为了将变量影响进一步控制，我通过 MSI Afterburner 将显卡风扇强制以满速状态来运行，最终的结果与排名其实还是差不多一致。依然是 VKG1360以微弱优势获得第一，依然是 EKCR360紧追其后，依然是利民 FS360、九州风神 LS720与 VKC360互相超车，而最大的温差依旧还是2度。可能到这里会有人想说，会不会是280瓦的 FPU 烤漆压力太大，导致温度纵深平等？为了进一步尝试不同的场景，我尝试用 Cinebench R23连续跑满30分钟，来看看温度表现如何。结果最大温差依旧还是2度。VKG1360和 EKCR360的成绩更是基本一致。可见其实这几款水冷的性能都非常接近，而就算是 VKG1360和 EKCR360有稍微更好的优势，但这优势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价值。当然这是在几乎快极限压力下的测试情况，考虑到市面上绝大部分用户都不是 i9 发热级别的处理器，加上可能会有人觉得用在甜饼处理器或许可以获得更大的差异，我最后加入了模拟 i5-12600K 功耗的测试场景，通过 BIOS 关闭这颗 i9-12900K 的几个核心，调整成 12600K 的数量，并且控制 CPU 的烤机功耗在135瓦来模拟测试。结果其实还是一样，虽然图表看起来好像有很大差别，但依然还是在2度的最大温差，并没有因为功耗压力比较低，散热器就能发挥出更多的对比差距，反而其实可能成绩还会更加的接近。这也是我为何在温度测试开始前就说了，温度测试环节反而是这次横屏内容内最没有看头的部分。基本上选择本次测试的哪一款水冷，在散热性能体验上都有非常接近甚至是一致的性能体验。最后我分别在这一次O10ED机箱内以及开放式环境下录制了这5款水冷的满速噪音表现。考虑到在装进机箱后搭配其他的风扇和硬件，以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全程把风扇调整至满速，所以噪音演示的结果我就不多评论了。
而既然散热性能都如此接近，那它们的价格呢？这边我以京东自营店的售价为对比标准，制作了一个图表给各位做参考。单纯以价格部分结合性能来参考，目前 VK-C360绝对是无人能敌的。当然，结合使用体验、做工以及外观设计，屏幕前的你们又会如何做选择呢？最后，我也制作了这几款水冷的6角图对比，并标注各款水冷的优缺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暂停参考。在这几款水冷当中，我必须给 VK 的 GL360 大力点赞。除了性能保持在第一梯队以外，在许多地方给到了我非常惊艳的感受。当然，并不是所有部分的体验都是最好的，比如风扇的串联方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及 logo 名牌的设计还是让不少人想要替换掉。当然，这部分和 VK 本身的牌子信仰还不足够高有比较大的关系。只不过在结合了性能、包装、品质等的体验，以及它的售价，那些缺点就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了。我自己个人对于 GL360 的表现与售价算是挺满意的。屏幕前的你们呢？不妨说说你们的看法。相比起 VK 的 GL360，本次体验的其他新款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缺点。至少对我来说，他们都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或者说可以更用心把它给做好。其中像是利民的 FX360，你如果不拿来和本次的其他水冷一同比较，可能你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妥。但一旦进入深入的比较后，就能发现利民在这款 FX360 上并没有注入什么心思，除了性能较为亮眼以外，其他的部分几乎只是延续之前的标准。我是很难感受到利民有在这款水冷上想办法把它做得更好的动机，至少我详细体验了一遍后就是没有，这点倒是让我有点失望的。而 EKCR360 其实还真的很不错，用心程度也是能感受得到的，某些细节也做得挺好的。但就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太贵了。虽然相比起 ROG 龙神2和 N 节 NZST 来说 ，EK 的价格其实也真的并没有贵得特别离谱，但一套 EKC360 的价格直接能够顶2套 VK GL360，这就让我不会有什么动力想要选择它了。如果是你们又会愿意花费将近 GL360 2倍的价格去购买 CR360 吗？而最后这款九州风神冰堡垒 LH720 其实还算得上中规中矩，有尝试去做一些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得到的改进。只不过面对 VK 和 EK， 九州风神在冰堡垒 LH720 上的改进显得不那么大刀阔斧，但起码还算是稳步前进，而售价也还行，就亮点部分不是特别的明显。而观众们又会有多少人会选择它呢？总算把这一次的内容全数分享完毕。坦白说，这一次的水冷横评是让我挺兴奋的。因为总算会有水冷厂家愿意投入更多的心思，提升在性能以外的体验部分。这就好比一台相机，除了盲目给画质堆料以外，在其他的操作体验上也给到了你很多良好体验是一样的。实话说，这世上并没有完美的产品，但厂家是否有用心注入心思，让消费者感受到他们的诚意，从产品当中的众多细节就能看得到的。只可惜，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并不能够体验得到那么多的水冷产品，所以很多细节的部分就无法通过交叉比对来得到很好的对比结论。加上目前网络上绝大部分的评测都是花费大量篇幅去体现那1到2度的性能提升，甚至能堪称为吊打，而多少会让一些观众陷入迷失，从而选择一款不是非常适合他们的产品。因此，我这次才决定把更多的内容放在水冷性能以外的体验部分，让观众也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些水冷除了性能以外，它们之间还有哪一些体验上的差异。也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得到这次横评的用心，并希望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也特别感谢屏幕前的你，把本期视频全数看完。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这一次的影片还不错，不妨点赞、评论并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还没订阅的新观众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获取频道的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也是让我持续创作更有意思的内容。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再见。